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智领 AI 实验室的路飞。GX10的评测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期，前2期我们看了它的外观，也测了大模型的一个推理，表现呢都还不错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看它在多模态创作下的能力。我们尝试准备一个多模态的内容生成流程，先用主流的 Flux 模型生成一个 1080P 的图片，后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 8K 的超分。再用通义的 WAN 2.2视频模型把图片变成视频，然后用混元 3D 把它转为 3D 模型，最后下载 3D 模型，通过 Blender 进行一个精修。测试电脑还是这2台 GX10和搭载 RTX 5000 AIDA 的工作站。不论是 Flux 模型 WAN 2.2还是混元 3D 到 Blender， 都是部署在这2台电脑上，通过这2台电脑的强大算力来执行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挑战 Flux 文生图。我们在 ComfUI 里加载 Flux 生图的工作流。我们看一下常规的节点，有 Flux 的模型加载、提示词输入、设置分辨率、采样器、解码，最后到图片的输出。提示词这里我们可以这样写。好，我们先把显存监控打开，实时看到2台机器的一个显存表现。左边是 GX10，右边是5000 AIDA， 现在都还比较空闲。好，我们现在同时点击生成。好 ，GX10最后一共是用了1分27秒，显存占用大概是1半左右啊。5000 AIDA 这边快一些，33秒完成，但显存已经达到了30 G， 离32 G 的上限已经非常接近了啊。下面我们来试试把图片放大到 8K。8K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是7680×4320的这样的一个分辨率啊，像素量是4K 的4倍，这个对显存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。我们打开 8K 工作流，上传图片，点击开始。可以看到工作流已经开始运行了。好 ，GX10最后是用时1分30秒完成，5000 AIDA 这边还在生成，我们加速播放一下。好，最后一共是用了4分40秒，速度差不多有3倍的差距啊。来，我们看看这张 8K 图的一些细节，即使是放大到这个倍数，皮肤的纹理和质感都非常清楚。好，图片现在是搞定了，接下来我们让图片动起来。这里我们用阿里通义万象的 WAN 2.2视频模型，把刚才生成的静态图变成一段动态视频。我们先加载万象的工作流，上传刚才生成好的图，调整一下尺寸，接到 WAN 2.2的模型上。这里有个运动提示词，告诉 AI 你想要什么样的动态。我这里写的就比较简单，只写了夸张动作、电影画质。输出的参数，我们这里设置为1280×720。好，两边同时开始，可以看到5000 AIDA 的显存直接就拉满了，32 G 全部都被占用，开始频繁的读写系统内存了。这个速度也明显的慢下来了呀。GX10这边就稳很多，显存占用一直在一个合理的范围。这个会比较久，我们加速看一下。好 ，GX10最后是用了8分40秒，5000 AIDA 是11分40秒，这次又是 GX10领先。2个视频的质量基本是一致的啊，动作很自然，镜头也很平滑。WAN 2.2这个模型的图生视频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有了图片，有了视频，那我们现在再搞个跨维度的，把这个2D 角色转换为一个3D 模型。这里我们用到的是腾讯混元 3D 的 2.1 模型。我们打开混元 3D 的工作流，上传我们需要制作的图片，参数保持默认即可。我们点击开始生成。好，工作流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好 ，GX10 53秒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看一下5000 AIDA 这边，5000 AIDA 这边最后用时是4分03秒 ，GX10快了整整有4倍啊！好，我们在 ComfUI 里先看一下视频的这个模型展示。好，已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3D 模型了啊！
我们导出为 GLB 格式。AI 生成的模型还比较粗糙啊，咱们在 Blender 里做一些专业的一些精修，这部分就需要人工介入了，让 AI 的成果变得更完善一些。我们打开 Blender， 导入 GLB 文件，编辑模式下先清理一些问题，通过一些常规的操作，我们让模型变得更干净一些。这就是最终的效果了。从2D 生图到图生视频，再到3D 和专业的渲染，完整的多模态内容的生成流程，我们就走了一遍了。我们来汇总一下，在这个流程下，2组机器今天的测试数据。4个测试 ，GX10平均快了2倍以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差距呢？主要是 GX10是统一的内存架构，全系固态硬盘，在图生视频的时候，5000 AIDA 的32G 显存明显就不太够用了，需要频繁的跟系统内存交换数据，这个过程就会变得很慢。GX10的显存充足，不存在这个问题。其次是硬件的优化 ，Blackwell 架构对 Diffusion 模型、Transformer 这些 AI 模型都有专门的加速单元，所以 GX10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你是 AI 艺术家、游戏开发者、视频创作者，或者是3D 设计师，经常用 AI 去生成各种素材，GX10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评测就到这里了。下期我们将会对这台 GX10进行模型微调的测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